那么今天上午我们聊一下第二个品种，就是港股的信达生物，这也是咱们社群约稿的一个品种。整体来看，这只港股向上的意图还是比较强的，那么目前走势也是比较良好，后期向上的话，应该还是存在一定上涨空间的。那下来我们从波浪的角度来抽丝剥离，看一看这次的这只港股的机会在哪里。那么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说起。这只港股上市的时间是在2018年的11月份啊，第一次上涨是涨到了2021年的1月份，整体涨幅也是比较大。低点是在14港币，高点是107.1。那这一次的上涨，它是走出了一个波浪里面的经典形态，五波推动，1、2、3、4、5。那在这个五波推动里面，这当中的第三浪，我们可以看到又能数出一个清晰的一个五波形态，31、32、33、34、35。所以这次的整体走势走的是比较好的。那么在这一次的上涨结束之后，从107.10开始翻身向下，走出了一个三波的调整 A、B、C。这次调整当中的这个 B 浪整体走势它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看到它这个 BB 的下探，它是跌破了这个 BA 的一个起点，但是这个三波形态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体走势我们先定义为 A、B 下跌的 C。 那从这里的调整结束之后，后期的市场向上要么是反弹要么是反转，就这两种可能性。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一个区别？主要还是在于后期整体向上发展的它的内部结构形态出现了不同的预期。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从这个相对的低点 C 浪的低点 18.06 开始，我们向上开始划分。此处首先往上是走出了波浪形态当中比较经典的一个反转形态，叫做引导楔形，1、2、3、4、5。那这个反转形态可以认定为它是一波新的行情的一个起始。那之后呢，它又出现了回撤 A、B、C。 那如果我们不去细分最后这一波走势的话，那大概率我们会认为这里是一个一浪调整这个黑色的三波走势，它是一个 B 浪。从这个低点 28.65 向上，它应该是一个 C 浪，或者说是前期的调整结束完以后，紫色段这波走完，它是个一浪，向下调整是一个二浪，目前处于三浪当中以上就是这两种预期。那么我们下来看一看，它到底是哪一种预期的概率更大一些。首先我们还是通过黄金分割找到向上反弹的一个压力和目标在哪里。再一个，我们借鉴一下这个波浪尺，测算一下第一波走势和第二波走势潜在的一个比例关系。那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上涨它是已经触及到第一个压力带了，是位于 62.70 到 60.40 这个压力带， 60.40 到 62.70， 这是第一个压力区。再一个压力区它是位于 72.50 到 73.25， 这是第二个压力区。那刚才我们说过了，这里我们是定义为 A 或一浪。黑色的三波调整走完以后，这里我们定义为它是一个 B 或二浪。那当前向上呢，它整体是运行 C 浪或者是三浪。那具体到底是 C 浪还是三浪，我们要划分最后这一波从这个低点 28.65 开始的这一波上涨，它的内部结构到底呈现的是推动还是一个终结形态。那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天图。好，调整到天图，大家可以看到我以往的分析都是按照这个波浪的结构形态去分析整体的一个市场的。当然很多朋友也会说到，那消息面的刺激对股价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我可以说是对短期走势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你将时间的跨度调整到周线和月线的话，你会发现一点，所有的消息都会被这个市场的 K 线走势所同化，或者说是吸收掉。周期越大，消息面的影响越小。当然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留言
包含这个美股、港股、这个数字货币、期货呀、金银油啊，都包含在内啊。大家可以寻找自己喜欢的品种。好，下来我们看一下从 28.65 开始的这一波走势，它的一个内部结构。从目前的整体这波上涨来看，其实仅仅是运行了3波，1、2、3。我为什么会在此处如此划分？因为当中有一次中途的调整是非常大的。在这一次中途的调整非常大的之前，这波上涨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只是出现了一个3波形态，包括第2次上涨内部也是一个3波形态。那说明什么问题？此处出现终结楔形的概率非常大，因为只有终结楔形的内部是一个全3形态。那从这一点，那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一次的向上反弹啊，走535的锯齿形是概率最大的，因为前面的引导我们看到是走出了一个5波，中途向下的调整 B 或2，它是走了一个3波，那这里向上大概率再走一个5波，尤其它是出现了终结楔形的一个形态，所以目前此处我们大概率会认为是一个锯齿形的535向上反弹。那么也就意味着后期会整体向上再次突破 60.40 到 62.70， 最终大概率会去到 72.5 到 73.25 这个区域才会结束这一次的反弹。刚好这个位置也是黄金分割 0.618 以及波浪尺 1.382 倍的一个区域。那最后呢，我们就要寻找这个第2次这个锯齿形的终结楔形，它向上运行的一个支撑在哪里？好了，既然这里我们认为大概率它是一个 C 浪，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定义为 C 浪1，中途的向下回撤，这是 C 浪2，目前是处于 C 浪3的末端。这里如果出现一次调整，将会出现一次 C 浪4的回撤。那我们还是通过黄金分割找到它的一个支撑位置。那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就知道下方大致的支撑是位于52.20 到 49.20 这个区域。也就是说，下一次如果这个港股的股价它回撤到这个上述的这个位置，出现了底分型或十字星信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布局考虑布局这次的 C5 上涨C5 上涨。当然中途这个 C4 的向下的调整，那么建议是尽量的回避。后期我们将要考虑做的只能是 C5 这波上涨C5 上涨会突破之前 C3 的一个高点内部 C5 内部也会跟 C1 和 C3 一样，内部会走出一个3波的上涨形态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就是结构，内部结构告诉我们的它倾向于哪一种形态。所以从目前价格 57.70 来说的话，暂时还要等待，等待下方回撤到这个支撑区域，出现日线的十字星或底分型，再考虑进场可以考虑分批进场。关于这个十字星或顶分型，它具体是什么样一个形态，其实是很简单，大家可以百度一下，网上关于这种形态都是非常多的。那好，今天上午的第2支港股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